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好，我们现在来看到选择第一张牌的朋友哈。那总共会有5题各有一张牌哈。那我们一张一张来说明哈。那我看第一题哈，我们先说这个人会在哪里出现哈。那抽到圣杯十，圣杯十本来就是一个关于幸福跟情感满足的一张牌了哈。当它出现在下一任会在哪里出现？会在哪里出现的这个讯息的时候，我觉得它应该是会在一个人跟人充满交流的场景里面出现了。所以它有可能会有2个状况。第一，你去一个朋友的聚会然后或是婚礼或者庆祝，为什么？因为它会有某种跟真正的家人那一群产生高度和谐的环境里面会出现。那个家人第一步就是血缘啦，然后他可能是内心认定的家人这个概念里面，那你可能是朋友的朋友的邀请然后你们都是朋友的邀请，可是就在那个场合里面会遇见，他应该会在这个场合。那他绝对不是一个孤单的啦，冷淡的啊，或是一些比较少人的场合。这张牌暗示的不是这样子的场合，它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环境因为圣杯十的画面呢，有一家人互相拥抱嘛，孩子在旁边跑嘛然后天空竟然还有彩虹我觉得这个意味着下一任的靠近后，可能会与大家一起分享某种幸福氛围的场合里面最有机会。家庭的聚会啊，朋友的聚餐、同学会、公司的庆祝活动因为这些地方会让你感觉到很安心不是那种陌生到让你害怕的空间而且是让你非常放松啊，然后笑得很自然的地方所以当你的心情非常愉快的时候，没有特别在期待爱情或期待什么，你只是当下享受那个环境的时候，我觉得它出现的几率就会非常高。那么圣杯十同时象征某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所以你很可能在让你有归属感的地方会出现认识他的一个机会例如你参与一些某的社群活动或是你本来就很有兴趣的圈子比如说你喜欢登山，有登山社或是你喜欢烘焙，会有烘焙教室这些。那他这个群体的意思是说，这个归属感的意思是说，当你喜欢参加这些地方的时候，这些人都理解你在说什么，这些人都懂你，你们有共同的兴趣，所以你在那里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被接纳那他也有可能会在那个环境里面出现，因为你们可能有这个互相的共同的方向的点。那另一个讯息是，圣杯十不只是讲一个地点，他讲的时候也是讲氛围啦。我觉得他可能会出现的场合是一个让你觉得心里感觉到很温暖很多笑声、很多善意的地方，所以它有可能是什么？它可能就是放假的时候，公园里有一群妈妈或是一群父母带着小孩去公园里面的那个玩耍的游乐设施的时候，那个环境也有可能因为它就是一直不是在一种孤单的场合，是一种大家在把自己的幸福分享的场合里面。才会有可能在这样子的能量里面，你会跟他相遇啦。所以换句话说，你会在人群带有怎么讲？你向往的熟悉感的地方会遇见他。对于一种温暖你向往的温暖，向往的一些家的幸福的感觉的地方它会在那里出现。因为圣杯十在这边的讯息它讲的就是核心就是一个没有防备的地方，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如果你走进去，你接近的话，它其实在那个时候你跟你的连接蛮近的，它也会往那个地方走去。来，我们来看到第2题那这段关系要怎么开始？我们说到了命运之轮命运之轮是一个关于转折循环还有意外的契机的牌啦。如果我们问他说这关系怎么开始的话，这个位置讯息有很清楚的在告诉你说，你看他的安排会带着一个强烈的命运感。我觉得不是刻意的安排了，而是宇宙在推动的某一种巧合了。命运之轮的本质就是一种无法掌握的流动。它告诉我们说，爱情不是透过理性的规划而展开的，而是一个你完全没有预期的时刻。他的命运之轮的齿轮突然开始转动带着你和他往你们共同的故事线里面前进。所以它可能会是一次偶然的一个时间的错位，你临时决定出门然后刚好遇见他，也可能是你突然改变了某个习惯然后结果却因此跟他在某种兴趣上或是生活上有某种交集然后命运之轮在告诉你说，
一开始的契机啊，基本上会以巧合的面貌出现。所以当你会知道这个人的时候，或是当你会遇到这个人的时候，通常在命运之轮的概念里面，它就是不在预期里面的事件里面了。所以这段的开始啊，在告诉你说，你不会也不需要去刻意的去寻找它，而是在生活的推动里面，你会不小心的遇见它了。因为命运之轮常常带着一个时机成熟的遇见。那时机成熟的遇见呢，它通常就是它要出现就出现了，要巧遇的时间出现就出现。换句话说，当你觉得你的人生正在转变啊，节奏啊都有在调整啊，它会随着那一股变化把你推到你面前，把它推到你面前了哈。所以这种完整是你自己个人的内在、身心灵各方面都觉得自己很完整、很丰足的时候，大概在命运之轮的概念里面就是时机成熟了。两方都到了这一个可以对齐的时间了。所以在能量的层次上面的命运之轮也象征了过去的因果，还有一些未来的延伸啦。所以你可能会发现说，你和他之前。应该说你和他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一种那种奇妙的熟悉感，好像你们早就已经认识了，或是说在灵魂的约定上面啊，命中注定的上面啊，好像在这一刻需要相遇，可能有一些事件点推动你们相遇，所以这份本来就是陌生人的感觉，可是又有一种熟悉感的相见哈，这个原本就是命运之轮所带来的那种命运的象征，很强烈的印象哈。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命运之轮在提醒说，这段开始啊，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在推动。你现在走向的方向，它其实也在往你这边走来。整个过程都不是一厢情愿的，也不是他独自主动来你这边，你只要在这边等就好了，而是两个人都在某种故事上的轨迹行走，然后要遇到，所以刚好会在那一个时间重叠。就是两个路径就在重叠点上，然后你们会感觉到，然后会感觉到说一切都开始顺畅，开始认识的时候也都没有任何阻碍，然后。一遇到的时候就觉得你就会有深刻感觉到说所有的巧合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所以这段关系的开始呢，答案是它是命运在外力能量在滚动的时候，然后创造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时间、意想不到的场景。然后把你们带到某一个相遇的时间点，或是在聚会的时候，突然你们两个完全陌生人却站在彼此附近，旁边的人都去跳舞了，去喝东西，怎么两个人就被放在那里了？这种巧合也有可能会发生哈。所以这样子的开始呢，会让你觉得说，宇宙其实一直在偷偷的把你们推到最靠近的位置。所以当你们在很靠近的时候，两个人遇到的时候，记得不要吝啬，不要害羞的去打开话题吧，因为你们一开始对话，所以发现说，原来这个人就是等了很久的人，因为你们会产生非常强烈的熟悉感跟契合度。所以换句话说，你不用特别去寻找或者去担心遇到他的时候要怎么开场，因为命运本身就已经帮你们做好了很好的开场了。你需要做的是，当你遇到这个人，遇到这个契机的时候，不要害羞的大方的去跟任何你可以对话的人对话，尤其是在这一个很奇妙的时刻，充满温馨，充满温暖，而且你们两个就被冷落在旁边，两个就有对话的机会。你会觉得很奇妙，为什么大家都从你们旁边离开了，就把你们俩空在这里？那就是因为命运终于把你们推到最重要的那个时机点了。来，我们来看第三题。第三题就是它出现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有什么样子的直觉？然后觉得它在它出现了。然后我们抽到倒吊人的逆位，倒吊人的逆位是一种我觉得它是一个突破僵局的牌了，因为它换了一个新视野嘛，然后它会让你的现状各方面啊，或者这份关系会挣脱束缚，会有一种重新行动要被唤醒的感觉。所以它坐落在你的心里会有什么样的直觉这个问题上面的时候，讯息是在告诉你说，你会在遇见它的瞬间，直觉到你的生活不能再停滞了。它的出现就像一个信号，让你想要挣脱旧有的框架，然后勇敢的去靠近新的未来。这个等一下后面解释为什么会讲哈。先说倒吊人的正位，它本来是意味着要停下来观察，然后忍耐，然后逆位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新的转动嘛，新的视野就打开了嘛。倒吊人本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视野，在看同样的事情，所以正逆位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意义。所以逆位的时候呢，表示它转正了嘛，表示能量开始正转动了，象征了你现在不会想要再在你现在的各种生活方面、现实方面再做于停滞的位置、停滞的态势，你会不想要再等待，你想要突飞猛进，想要自己去突破了。所以当你的心感受到它存在的时候，内在的这个直觉就也会突然被唤醒，会有一种奇妙的推动力。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出现让你有直觉到新局面的打开。所以你内心就有一个声音说：“我不想再质疑了，我要去感受这份相遇，我要去感受这份相遇之后所创造的新世界。”所以这个直觉很特别它并不是用来从你的脑袋里面的理智的去计算过的，我要去
冲破了，我要去进行下一步，而是内心的灵魂非常渴望哈。也许你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等待啊，继续忍耐啊哈，然后你还觉得就只能这样子了。可是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有一种这种力量就涌现了，提醒你自己说我要走出来了，新局面已经来了，我要去伸手把自己拉出来了。所以到吊人牌在逆位的时候，它代表的高度的不同视野去看待相同的事情，所以你的直觉会告诉你说，这个人和你以往遇到的人不一样。你可能一开始就会觉得说，他不是那一种你典型的内在的理想的那个型，但你内心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跟被吸引哦。你的直觉会一直不断的提醒你说，不要再用旧的标准去看待一个新的人了，因为他的带来后，绝对会跟你以往的经验会不同。这个强烈的感觉不是说只有这次会发生，是每次都会发生，可是这一次特别强烈，然后你会特别相信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可能，全新的开始。那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所带来的能量是你之前没有遇过的，所以同时啊，倒吊人的逆位也象征说，我们几乎可以进入了挣脱自己个人的生活各方面被所有事情孤立的一个感觉。你可能会突然觉得说，心里的那种孤单寂寞哈，在他一出现的时候就被打破了，而且就淡忘，甚至瞬间忘记。这份直觉会让你意识到说，他的能量直接松动了你长久以来那种孤独。你还以为你自己自处生活可以一路走到人生的最后面，你觉得这样就好了，满足了。可是他一出现的时候，他立刻把这个东西都打碎了。好，他会推动你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且你还更愿意跟你自己的内心和跟他敞开新的交流，跟创造新的沟通机会。所以你的心会有什么样的直觉？它就是那一种我很想要改变的一个强烈的欲望。所以他在生命里面啊，他的出现很像就帮你开了一个开关，让你从非常被动的状态变成一个非常主动的状态。然后你会变得非常勇敢，然后你会非常意识到说，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相遇，而是一个新世界的门，立刻就在你面前打开，而且他就在门口像一个 doorman 一样张开双手说请进的这样子一个感觉哦。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宇宙在提醒你说，爱情就在你前面了，旧的时刻早就已经结束了，你现在已经一半的脚跨进去了，另外一半的脚就收进来就好了。所以换句话说，你的直觉会知道说，只要跟着他走，无论是什么角度，朋友、好朋友、恋人、soul mate、best friend， 或是不知道任何关系，只要你跟着他走，你就会离开现在这个停滞的状况。好，这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现实的一个状况的答案要告诉你哈。然后我们来看到第4题哈，那谁会先主动？我每次哈，我觉得这个题目我每次都放在后面，就我们前面都已经知道答案了，所以我觉得以后这个题要放第一题。没关系，我们就来做一个验证。前面答案已经告诉你了，可能他会先主动了，因为他带来能量有点强，而且是他好像往你这边靠近。那又出了魔术师牌。魔术师牌本来就是象征一种开端跟创造嘛，所以谁会先主动？当然就是他会先主动啊，因为他的特质就是带种非常强的行动力跟创造自己的向往。他喜欢什么，他想要创造什么，他想要什么目标，他就会具体的去把它实践做出来的那一种人。所以他一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会去创造跟你第一次的认识，跟你第一次的认识，他要去确定你是谁。所以魔术师的画面呢，本来就是4种能量在他手边，他把它具体的显化出一个他想要的实际的物件。所以他是一个懂得靠自己去主动创造机会的人，勇于开始的人，运用机会的人。所以当然是他主动啊。所以当你们在同一个场合的时候，他只要看到你了，他绝对不会隐藏，他会用最自然的方式就靠近你去打开话题，甚至只要你的回应是自然的、大方的，他就会一直把话题往下走，让你们会有不间断的对话。然后因为他魔术师的牌的能量，它不是莽撞的，它是4个能量的集合，也是非常平均的，是高度融合的。他完全懂得用4种能量的概念去开始。有风能量的理智，它能够展现火能量的热情，它能够展现土能量的安全感跟安心的感觉，它有水能量的细心能够了解你。所以也就是说，他会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靠近你。当他发现他一定要认识你，对你有好奇，甚至那个喜欢已经被触动的时候，他就会用非常高品质的方式，亲切又自然的方式跟你做开场。所以你不用紧张，到底要怎么开启这个话题。然后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非常善于制造彼此的对话，他会一直开话题啦，他会去制造各种的互动啦，你不用觉得说会冷场或是找不到话题哦。那如果开始认识之后，你会发现生活里面你们基本上前面只是做朋友啊，你发现你生活中有一些很小的事情需要帮忙或什么，不论你是剖线洞或者什么，他发现了什么，他大概都会出现来帮你忙。可是他不会用一种给你有压力的方式，他会用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比较像水一样流进去的方式问你说你要不要帮忙，我这边可以啊。他等于会先把解方都告诉你，让你自己去选择，而不是问你说要不要帮忙，然后你可能会很有礼貌的说不需要，可是其实你需要，但是只是这个话题卡在这里，他不会，他就跟你说，如果你需要你要什么东西的话，你要什么帮忙，我这边有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如果需要再跟我讲，他会用这个方式让你觉得很安心，他会让这个选择权各方放在你那边，因为他魔术师的牌，因为4个能量都很充足，他知道什么东西、什么方式会比较怎样
周全跟周到了。哦，所以他内心也知道，任何能够跟你接近、能够帮助你、能够跟你关系变亲近的机会，他都不会放弃。所以更深层来说啦，魔术师牌出现的表示说什么？他靠近你的方式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行动，而是他会一步一步的让你知道说，他的存在你可以视为很有价值的位置，它的存在你可以慢慢的觉得很重要，甚至你可以依赖。它不会强迫给你，但是它会把自己变成一个你可以选择的，而且是前面几个重要的选择。它会慢慢的让你发现，这个就是它的爱的力量，它的爱的语言。它没有在等待你哦，它是在自我创造跟你更加亲近的机会哦。所以你要说它是先主动的，它绝对是先主动，而且它是在全方位的方式在跟你主动。它会用非常强的行动去点燃你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它会去用一些关心。去让你发现他是可以信任的，然后他会用一些动作去让你发现说他是可以依赖的，然后他甚至可以变成是你所有的选项里面最后一个急救章的选项都可以，因为他内在有一种很强的能量，在魔术师牌讲的就是他凑集了所有可能的时候，他就希望能够显化一件事情，就是他可以勇敢的为你做蛮多事情的，只要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就可以了。所以换句话说，魔术师牌的这个主动啊，其实是他会非常敞开心房的去告诉你说他在，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到宇宙的安排来说，宇宙为什么安排给他？你可能不知道你有很多需要他的地方，然后你在他身上会认识到你自己，原来我有这么多的缺失，原来我需要这些。那反过来会什么？原来他也有我需要的地方，这个就是一个动作之后的反动，这个要你们接近之后才有。那宇宙为什么安排这样？因为你们两个在各方面都能够互相启发彼此。虽然他对你做这么多的事情，可是你的心并不会觉得我要只跟随他，没有，你会慢慢发现说，他能做到的事情，其实我也可以做到，因为人不是完美的嘛，而是这个对称，这个对齐之后才发现说，原来我不是一个只能完全依赖别人的人，然后你也会从跟他相处之后发现说原来他这个看起来完美的人里面内在还是有一些破碎的，原来我也能够在一些内心的交流里面发现我的经验或是我的概念上也有治愈他的角度，这个要在这个后面之后才慢慢发现。魔术师牌只是告诉你说，他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能够显化你们一个非常好的相遇而已。可是后面当你们很靠近、很对齐的时候，其他能量就会爆发。毕竟两个能量靠近的时候，我都会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两个完整的能量的对齐。我从来都不觉得说是谁强谁弱，谁要跟着谁，谁只能跟谁学习，不是这种依附关系，或是一种主从关系，绝对不是。它就是最后你会慢慢发现，等到你们融洽的时候，它的那个融洽的能量就会像魔术师牌一样，释放能量都开始融洽了，只是你们还不知道彼此的各种擅长的。在这份关系里面擅长的东西是什么？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来，我们看到第5题来，我们很久没用这个角度了，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的角度怎么看。因为有时候宇宙的角度，像我们之前翻的牌，会翻一些最远的牌嘛，就是超越太阳系以外最密契主义最远的宇宙的角度、能量的角度，他怎么看待你们这次的相遇这件事情？那我们只抽一张牌了因为本来也都只抽一张牌，来看一个整个大方向。那我们在这一题抽到的是金币6的逆位。金币6的正位的时候，意味着付出跟收获是一定是平衡的，是一种你给予多少，宇宙就会回应多少，它不是只是支出，它也有收获所以在这个状态里面，它在逆位的时候，能量会变得不同，它变成不平衡，需要重新调整。所以它出现在这个宇宙角度的问题上的话，它其实在告诉你说，宇宙希望你在这段关系里面，先学会去校准两个人相处的平衡感，避免像以前一样重复只有单方面付出的模式。所以你看那魔术师牌出现的时候，我刚刚是不是就提示了你们要他只是创造这个很好的开端，可是他还会让你有一种误解，就觉得你可以依赖他，他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可是你要慢慢的发现说，其实他也有需要你的地方。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找到这个达到平衡的那一个模式跟他的关键点。所以宇宙的眼光呢，总是会比我们比较远、比较宽广啦。所以金币6逆位出现的时候，代表说宇宙在告诉你说，过去的爱情你应该或是两个人都有一个人都有过于给予过度太多的一个状况，然后那个给予的人会忘记意识到自己一直不断被掏空。
也许是你，也许是他，所以这一次呢，记得会有这个状况，所以要小心哈，要不是小心呐，要自己提醒一下，要做调整啦哈。就是有的时候先妥协，先付出，期待对方会更爱你，这个方法可能就不是那么平衡。应该是说有问题就出来说，两个人就讨论说，这个状况我们要再更平衡一点，要再柔软一点，这样不要再陷入以前这样子不断付出去讨好的一个状况，要你学会那个平衡啦。所以在宇宙的角度呢，爱情绝对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施舍跟依赖。金币六就在讲这个，金币六就是有一个人获取嘛。他得到了依赖，另外一个就是施舍嘛。力量强大的人会因为过大的善念或是足够的善念而去做于施舍，那贫瘠的人会希望他人的施舍，可是这会缺了一件事情，就是永远都在这个高与低的状态里面，这两个灵魂它就没有平衡，也没有达成互补，只变成一个单方面的给予。这一题其实大家在提醒你说，这段关系的初期啊，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子，然后不要再重蹈覆辙以前那个状况，你已经学会了，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呢，不能再一次失衡了。如果你感觉到你开始过度付出，或是对方对你过度付出的时候，就要开始做一些调整哦，并不是只是你过度付出才调整。当你发现对方也是过度付出的时候，其实你也要理智的去调整，这样才能走得更远，细水长流一点。所以另外一个层面的讯息就是说，金币六的逆位象征说，不要再依赖外在的肯定啊，不需要别人觉得说你们两个在一起是好的，没有，你只要自己内在觉得对方给予你的东西能够证明，能够让你觉得你是有被爱的价值，然后你再作为一个回馈，也让对方知道说他是那个你的爱的，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一个也是一个值得你爱的一个很有价值的人，这样子要做到这一个平衡然后。这个核心是在什么？其实，在爱情里面呢，你都还是要最终你还是要把爱回到自己身上，你才能够更自在的去付出啦。好，所以他这边在讲说，如果你一直不断的付出，你会把自己掏空，所以忘记自己在哪里。好，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话是这样讲的啦。当我们进入一个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跟我们最内心的自己在分手。就等到真的跟眼前这个人分手，才发现说，我们在跟自己复合。这个是一个比较讽刺的语言，他其实是在讲说，当到爱情进去的时候，人都会急于想要付出，结果会忘记自己一直不断被掏空。所以这里金币六的这里也在讲的就是这个哈。所以当你有保全了自己，你有更爱自己的时候，你就不用害怕自己付出太多的时候会失去自己，因为其实你内心还有自己嘛，所以也不用太担心说对方跟你索求更多的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再反过来付出给他的时候，你又在掏空自己，其实不会。其实这边在提醒你说，记得这个平衡很重要，要互相，不要单方面哈。所以宇宙的角度在这边提示的非常明显，他会走进你的生活，你会走进他的生活。可是这一组的爱情核心课题是要学会爱的平衡，浪漫不是重点，你们两个会过度浪漫，可是爱情的平衡要抓准，接收以给予。好，然后牺牲，好，然后与获得这个都要互相学习，不要单方面，好，因为宇宙的角度不希望再看到一些事情再重复，好，再看到你重复难过，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好，那这个就是今天1号牌的朋友哈，那大概一些细节都有讲到了，我觉得没有不清楚了哈。总之就是记得。如果你很着重要再来遇见他了，最近朋友一些邀约，关于庆祝的、喜宴的什么的，就去好。可以去就去，好，可以去就去，这个是个非常好的地点哈。好，那就这样哈，那就先来听喽，祝福你们。来，我们现在来看到选择第2张牌的朋友哈，那总共会有5题啦，每一题都有一张塔罗牌哈。那我们会讲每一张都讲蛮细的哈，你可以仔细听。那第1题的题目是它会在哪里出现哈？那我们抽到的是权杖皇后。权杖皇后本来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热情、自信的牌啦。然后我们要看它从哪里出现的话，我觉得讯息在告诉你说，它会出现在一种很有活力的交流的场合，通常是在社交场合，或是学习的场合，有创造能力的场合，会议啊，反正跟有创造制作东西有关系的场合。然后还有一种是展现自我才华的场合，展现自我能力的场合，可能是表演，那也有可能缩小到工作里面的时候，展现你的一个报告，好，或是业绩，或是新的专案的方向，这样，反正就是一个展现的。一个充满自信，你能够让你的个人内在特质表达出来的那一个场合里面，你会被他注意到哈。那权杖皇后象征的一种能量场是明亮的啦，然后我觉得不会害怕被看见的，所以代表下一任他不会偷偷的藏在角落，而是出现在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大家的能量都很高涨，气氛都很热络的时候，在那一种聚集的场合里面的时候，他会出现，所以有可能有什么社团的活动啊，
或者展览啊，有人在展现自我能量的一种表演啊，或是课程，你刚前面都讲过。然后我觉得最高度的是在这些之后的一个社交的场合，就是说后面的餐会啊，或者说后面的活动聚会的时候，能够互相交流的场合，我觉得你会遇到它。那这些场景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每个人都在急于的去展现自我的一个场合，所以它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它不会是一个隐形的存在了，而是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它一个浑身的自信所吸引。当然，你身上也会，所以记得你参加这场合的时候，不要吝啬于展现自己。然后呢，他身上会有一种阳光般的特质。他有可能内在没有非常外向，可是你会感觉到说，他跟其他人在互动的时候，就流露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亲和力。这个是他本质上一个基本的，因为他这里在讲是权杖皇后嘛，是一种我一直讲权杖皇后是一种太阳雨的状态，有热能，可是有皇后牌的水能量，所以它是一种凉爽的，在夏天里的太阳雨的感觉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呢，它出现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比较创意的场合、创作的场合，所以它有可能是在一个运动场会出现，或是艺术的场合会出现，或是一个需要领导一个团队的场合会出现那如果你要把它缩小到什么样的场合，可能会在球场啊、健身房啊，或是排练舞蹈的教室、排练音乐的教室啊、录音的教室啊，或是一些歌唱比赛啊、跳舞比赛啊，类似这样子的。记得我们一直在重复。每个人都在努力把自己的特质放大的场合的时候，他就会在那边出现所以更深一层的讲说，你有可能会在一个学习或是正在激发自己内在能力、自信的一个环境里面遇到他，因为他可能也在那里总之啦，权杖皇后在这边，在这个题目其实就在讲说，这个时候其实不是为了要寻找爱，而是你们个人的频率都刚好着重在要把自己内心的热情展现给这个世界看，而不是给特定的人看。然后在这个频率的时候，你们会像彼此的阳光般对齐，点亮了彼此，点亮了那个场合。只要在这个场合里面的时候，你们会彼此注视到对方的存在，不用刻意去寻找。当彼此都在发亮的时候，你们会在最自然的状态里面吸引到彼此那个存在感就会出来了。我们再看到第二题第二题就要讲说怎么让这个互动开始，怎么让这个认识开始。我们说到宝剑六宝剑六是一张关于转变过渡然后离开旧的状态，可是是慢慢的、缓慢的离开了。所以这段关系怎么开始的时候，其实在讲说。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现状我觉得这边在讲的是你们两个可能都刚经历一种生活上的转换，从旧的情境里面转换到新的情境的，还在路径上，还没有走到新的情境，还在路径上的一个状态。这个是你们两个在遇到的时候的对齐，因为你们两个能量相近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很频繁的不怎么样的一个开始，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两个人都在一种疗愈自己，也顺便不小心的疗愈到他人的这种靠近。我就说你们两个能量很近嘛，因为宝剑六的画面本来就是一个行驶的船然后是从一个彼岸到另一个彼岸，然后在一个平静的水面慢慢的飘着过去所以这意味着你看他甚至两个人同时都在不安跟低潮的尾端，正在离开往新的世界迈进。所以两个当遇到的时候，有可能会很有机会顺着水能量然后对于彼此的现状有一种分享，而达到彼此疗愈跟陪伴的一个契机。而且我们两个刚开始一遇到的时候，即便像前面那一张牌在不断展现彼此的热能，可是我们两个在一靠近的时候，就会嗅到彼此有需要被安慰的瞬间。所以两个人会在这个地方遇见彼此，然后会在承受自己事情的压力之下，突然觉得这份孤单有人陪伴。因为你的出现，他的出现，突然在内心产生了一种新的窝心的感觉、心安的感觉。所以宝剑六其实在告诉我们这个爱的种子不是在最热烈的激情中展开，不是像前面那个原来不是，而是从温柔的初步的理解跟关怀跟互相陪伴，就算只是1个小时这样子一个短时间里面展开。所以在实际的场景里呢，这可能是一个旅行、一个搬迁或是一个转换环境的时刻，你们彼此不知道所以
你们都要准备在新的端点里面展开新的生活，然后就在这个端点要展开之前，你们彼此遇见了，所以你们在这个改变的路径上面的，突然发现说，这个偶然的巧遇，好像刚好证明了你们的人生正在有一个新的转折。新的节点、新的边界正在跨越。其实宇宙这样子的安排啊，其实就是要让你们有一种相近的感觉，然后故事线很相近，然后在这个时候一起往未来走去，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的助力跟一个很好的陪伴。所以宝镜落在提醒这段的开始啊，会带着一种非常安安静静却有疗愈功能的力量。它不是那种爆发型的，不是惊天动地的，而是一步一步的，在一种小细节的陪伴。10分钟、半小时、1个小时，或是开始1个下午这样子的，慢慢以朋友的姿态呈现一种温柔的角度，慢慢的让你们的感情以温柔的角度慢慢的展开。所以你会发现说，这关系真的就像这个宝剑六一样，这个船慢慢的行向平稳跟温暖的位置啦。所以它怎么开始？它其实，如果你最近发现你正在一个旧换到新的这个转折，不会很严重，因为它就宝剑六，它不是死神牌，它不是审判牌，它不是这种。它只是你感觉到你真的有一个转换而已，轻松的、简单的就可以，那就表示它跟你现在目前正在对齐哈，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让你们能够抒发彼此内在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点。这个时候，也许会利用你们内心的某种小脆弱的角度，而对彼此敞开心房了哈。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到第3题哈。第3题在讲说你内心会有什么的直觉，发现它来了，它出现了。这里我们做到权杖四，权杖四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归属感跟喜悦的牌，所以你内心的直觉应该会告诉你说，你遇见他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好像回到家的温暖的、舒适的、自在的感觉，好像刚在外面参加什么庆典啊、跨年啊什么的游行之类的，然后带着这份快乐回家的感觉，在你遇到他的时候会有这样，你会想跟他分享，而且还会被他迎接。权杖四的画面本来就是一种迎接新的阶段的一种喜悦啦，这代表你的直觉，在遇到他的时候不会有焦虑，不会有不安，也不会有怀疑，而是非常单纯的，而是非常单纯的知道说眼前这个让你觉得很舒服。心境很坦然，你甚至可以在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心里就浮现说：“这是一个新的庆祝活动的开始。”心里会有这个感觉哦。所以这样的直觉会让你知道说，你并不需要小心翼翼或是伪装啊，你也不用特别去怀疑说眼前这个人是不是爱情的出现，因为当下他的出现呢，就会让你觉得很放松，你只想要享受当下的这一个相遇，所以你会突然觉得说，他一出现就带来一种卸下压力的一种超能力，很单纯的让你会觉得说，就即便只是这谈话的10分钟、15分钟、1个小时，都觉得很舒适。但是权杖四，它其实另外一层归属感的能量也很强哦。他的直觉会告诉你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发现你们完全不需要磨合，好像灵魂早就在不同的象限已经认识了，也很像一个你已经20年没见的朋友，你已经快忘记他的名字了，然后结果再重逢都才把所有的记忆都都换回来，这样那种熟悉感会立刻在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大概几秒钟就把2个人的距离拉近了也许我们在第一个展开的话题、第一个笑话，就把距离拉到非常近。所以这张牌在表示什么？这张牌在表示你们本来就有一些能量上、灵魂上一个稳定的基础，所以你的直觉会很快的告诉你说，对这个人不需要防备，想说什么、想开什么玩笑，立刻可以跟他说，他一定接得住。他不是这个夜晚或者这个餐会出现昙花一现的那一种过客，他的能量是非常稳定的。然后你们2个好像不用给予彼此什么承诺或是什么确认或什么信任，好像心里就已经知道说，我们这一次的遇见啊，其实是在最对的时间点，命运安排的最对的时间让我们遇见。因为现在你们能够看到彼此，能够体会彼此的内心的话，或是一开始的这些笑话，是因为2个都完整到这一个时刻所以你的心会有什么样的直觉？我觉得简单而强烈的信息就是说，你会感觉到它带来一种很奇妙的，可以一起走向未来的一种安心的感觉，好像你未来的新的旅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重要的人陪伴，而且这个人你还不用找，但你有期待已久。可是你已经期待到你忘记会有这种人出现，结果他一出现才发现说，对，其实我一直在等待这样子的人陪我往未来走去来，我们再看到第4题第4题我们在看的是这份关系谁会先主动我在前面讲了很多次，这个题目应该放在第一个因为我们前面看到3张牌，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他应该会蛮主动的。那我们抽到的是权杖骑士权杖骑士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行动的牌，而且是带来非常强烈的热情跟好奇心的所以主动吗？我觉得他绝对会主动，而且是带着非常奔放的热情，毫不掩饰自己想要靠近你的那个心意毕竟权杖骑士的这个牌面里面呢，是一个骑士挥舞着一个权杖嘛然后马是在奔驰的。虽然我觉得速度没有比宝剑骑士快啦，但是我觉得也算是极度的奔驰所以这张牌它
这个奔驰的感觉，就像它整个画面都在燃烧起来，代表他的心不会在一看到你的时候会停留在某种观察跟犹豫。他一旦发现你在，对你有感觉，我跟你讲，他毫不保留的第一步就已经跨出来了，会走到你面前，立刻的展现自己。我觉得这个主动很像青少年。有勇敢，有魄力，对于整个世界都还不理解的时候，那一种直爽。他当然已经成熟了啦，可是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忘记了这一切，所以他可能会用很直接的方式跟你开始对话，或者用非常透过明显的肢体语言来靠近跟你表达。比如说肩膀靠你一下，然后会有一些幽默的方式开始说：“你怎么在这？我们好像不认识这里这么多人认识，为什么我都还不认识你？”用一种玩笑的方式，好像就是说寻宝的方式，怎么找到了一个意外的宝物的这样子。他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刻意给你打开一种很热情的对话，然后其实一切都是他安排好的，用一种游戏的方式走到你旁边这样。可是他又很想要隐藏他对你的太过热情，他想要把压下来，可是没办法，他对于你的渴望、好奇、兴趣，就在一瞬间就会流露出来，会有一种非常明显的热情因为权杖骑士本来就不擅长隐藏啦，他的主动几乎都会显在脸上，说不定你会看到他开始跟你聊天的时候，发现他满脸的大笑容所以权杖骑士呢，在这边本来象征的那种冲动与冒险的心情，会在第一次跟你讲话的时候，跟各方面，他靠近你这个行动，你会展现的那种淋漓尽致。他的靠近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节奏更快、更直接，甚至你还来不及回话了，他已经噼里啪啦的讲了很多事情，这样，然后你会立刻被拉进一种充满热情的火焰互动里面，你都还来不及回话的时候，可是就一直被他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你就听得非常畅快然后会觉得说这热情什么时候要消退啊？你有点呼吸不过来这样子所以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这整个活力让你觉得很自在，这整个活力让你觉得你的现在的当下是非常幸福快乐的，然后你慢慢会去调试它的节奏，顺便会顺上它的节奏这样。那这一份权杖骑士的主动啊，其实不是轻浮的啦，而是源自于他内心真实的感受到他年轻的那一个行动的感觉，因为他身上看到了某种，我觉得是某种那个他期待已久的能量，让他觉得我不能再错过了，这一次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他权杖骑士在他的灵魂里面来诠释他内心看到你的时候那一种真诚，想要对你展现真诚的那种爆发，然后再去重现在他的行动上面那种急切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来他应该不会用一种非常完美的方式表现，可是他的热情是可能你从来没有遇见的这么饱满的一个人。然后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会发现说，哇，你好像是他的什么被光啊，什么被点亮了。他好像看到你的时候眼睛都发光，好像觉得他跟你的对话发现说他人生未来的方向都被点亮了，你会有这种很奇妙的幻觉，好像你的存在对一个人对某个人对他来讲是极为重要的，你在这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你有这种价值或是你本来有意识到你很可贵，可是你会发现说可以被拉高到这种等级。所以今天他会主动吗？他当然会主动啊，因为他就像一个火球扑面而来他让你无视然后速度也很快，然后同时你会感觉到这一个靠近，这个能量的靠近好像真的有很多的外力推进，然后你们在互相互动聊天的发现说，其中有发现有非常多的高度的巧合让你们遇见，你会在他带来这种你毫无预警的这个热情里面，突然开始想说，原来有的时候爱情要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你猝不及防，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唯一准备的就是你当下的一个惊喜跟惊讶的表情而已来，我们来看到第五题第五题我们很久没有看这个角度了，就是我们要回到大概离开太阳系再更远有很多的一些牌阵里面就在更遥望的宇宙的位置他会用一种绝对客观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份遇见我们很少翻这个牌，但我们以前去年一整年或者前面快2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翻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宝剑四宝剑四的逆位，我就以它宇宙绝对客观的角度在说宝剑四的。我们先讲正位，正位的时候它是关于一种休息、静养跟沉淀的牌，所以相反的时候逆位说你会发现它有一种翻转了什么，变成休息、静养、苏醒了，沉淀变成有所行动了，那一种沉淀自我治疗的状况已经变打破停滞的状态了。它会落在宇宙的角度的时候，它在告诉你说，这个爱情不是要你继续沉睡，而是要你从长久的等待跟休息中醒来了。因为新的东西要迎接了，请你赶快开始了。所以当你遇到他的时候，记得赶快展开一个新的恋情。你该做的是你喜欢做的、向往的事，想要表达什么，赶快表达出来，不要再错过了。因为在宇宙的眼光，在宇宙的角度，他认为你或许已经经历了一段安静、孤独跟自我修复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他这个长不一定是说
1年2年较长，有时候2个月对某个人来讲就已经太长了。有些人的修复只要1个月就可以完整起来。反正不管怎样，他的概念就是说已经长了，已经够了。也许你在那个旧的阴影里面得到一些经验，或者得到一些挫败，让你觉得说你要选择远离爱情，然后你要专心自己的生活事业，你要专心在调整自己，专心学会独处。甚至变成独身主义的人都 OK， 但是宝剑四逆位这边在提示你这个静止的时间即将结束。宇宙呢，他用一种个人的角度说，不希望你在这样子下去了，你需要开始伸展你的筋骨，你需要开始张开眼睛了，因为好的机会跟好的人在出现了。他出现之前，你就应该先把你自己唤醒。唤醒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把自己隐藏起来。你之前所有的对自己的准备，这个时候都应该要展现出来了。所以不需要再继续假装自己对爱情是无所谓的了。因为新的故事上来的，请你用清醒的角度，好好的去体验它，用勇敢的状态，好好的去迎接它啦。其实这张牌在这个时机出现的非常好。那这张牌同时也代表某种什么突破的讯息。宝剑四的逆位在提醒你不要再害怕行动了。过去你可能非常习惯观望看一阵子，然后前面有非常多的拒绝的理由。任何好的能量进来的时候，拒绝的理由就一大堆，每一个只要踩到一个拒绝的理由就直接放弃然后心里总有很多的顾虑。不能说你不敢大步向前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不向前的那个感觉，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宇宙在提醒你，或是提示你说，他的角度看得可能比你更清楚。他发现爱的流动已经进来了。只要当你从沉睡的角度，宝剑四的角度醒来之后，你会发现，你一醒来的时候，你就会立刻遇见那一个属于你的那一个人。更深层的角度就是说，宝剑四的逆位像是说，新的能量已经在涌入进来了，而它不是这种小小的水能量进来，它是整个扑面而来所以在宇宙的安排里，你已经休息够久了，疗愈已经够完整了，该放下的就放下了，不要再拘泥去享受以前的痛苦。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即便会特别的去神化以前的爱情，然后会想要回味以前的爱情，即便他给那个爱情带来的是那种痛苦的，还有一些心酸的，可是至少还在过去的那个状态里。OK， 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以前也有这个状况，即便现在我有这个状况，可是我不会让自己拘泥在这个状况里面，因为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下一秒都在把我推进新的未来。我把自己拘泥在过去，只是拖慢我或延迟我进入新的未来的速度而已，但是我实际上已经在往未来走去了。那不如转个头，加速的往未来走去。是这样子，没有说要把你丢弃过去的东西，但是你可以加速往未来走去。所以宝剑四的逆位在这边，在对这个意义在做一个加重的提醒。宇宙说：醒来吧，爱情已经靠近了。你本来准备的东西都早就准备好了，不要催眠自己，或是不要合理化自己不再接受爱情。你有能力的，你能够把下一个爱情展现的好的，然后要相信那一个人，要相信宇宙带来的那个新能量。宇宙的角度是这样子说，所以呢，宇宙说，宝剑四在告诉你，有能量要推动你从沉睡中苏醒了啦，所以勇敢的去迎接新的连接。宇宙没有说你在这边等待，我们就会把好的人拉来。当然，你在这个等待时间，他们已经把它带来了。可是带来的时候，你还是要有自我觉醒跟苏醒的能力不然它本来很靠近，你可能在你的视野上也看不到它。所以，我们回归到前面4张牌，就是告诉你说，他会自己奔向你走来。记得好好的迎接他，不要拒绝他，不要刁难他，敞开心房去迎接那一个很强烈的热能，就对了好，那这个就是第2张牌的所有牌面我觉得这个都算是非常乐观的牌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吧那谢谢来听祝福你。来，我们来看到第3张牌第3张牌也是一样，会有5个题目，每一个题目为一张塔罗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第一个题目一样是在哪里出现在哪里出现？那我们抽到的是权杖国王嘛？我觉得权杖国王本来就是一个象征领导力而且它有个重点是它有远见它其实这张牌它有一个很强的远见，所以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一个非常强的领导气息，而且旁边的人好像都围着他绕。他可能有很强的统合能力，旁边的人都很喜欢问他意见能量很强大，而且
他好像不需要刻意去展现自我的价值，你就很容易辨识出他这一个人可能本身有很强的能耐。还有，如果你在附近听他谈论一些事情，你会发现他比其他人都更有远见，更能够洞察先机，会比别人再快一步的思考下一个问题，甚至在所有的问题里面，他会发现说不是解决的方法错了，而是提问的问题提错了。他会有一种比较强的自信，智慧的智。所以在玄奘国王的特质里面的那个勇敢跟带领啊，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人，他常常会出现在众人所期待的那一种场合，所以他可能是一个工作团队的一个领袖啊，或是一个队长啊，或是社团活动的时候，他总是组织的人啊，或是大家在工作在计划的时候，他总是能够想出比较完善的计划，或是在一些活动的时候做一些布置布展，所以你就发现他是在指挥的人，很多人都会去问他意见。那相对于并不是他特别有领导力，或是他特别勤劳或什么，相对于他比其他人更加的勤奋啊，所以在一群众里面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说，只要仰赖着他，跟着他走的话，应该就可以把大家的愿景都实践得很好。所以在生活的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有自己的舞台感的人哦，很多好像光芒都在他身上哦，你很容易就发现他的存在，主要是因为他的行动力很强，再加上他其实不太在乎其他人的想法，而且他对于自己的准备都很充足，所以自信会爆表，所以常常会被别人误会以为他是自大，其实他没有。如果你需要他的协助，你会发现他其实非常诚恳跟谦虚。他重点是他非常低调的去隐藏他真正的能力，而且他大部分时间都会不太讲话，听取大家的意见，可是给予最对的回应。好，然后你会立刻发现说，这个人的气场跟各方面，因为他跟你的连接比较强嘛，所以你可能会比其他人更能够感应到这个人在所有人里面是不太一样的，而且这个不一样，也许大家都感觉到了，可是你的感受会更深刻，很多的不一样，而且是内外在的不一样，你会慢慢接近他之后就会发现了。但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说，他会在哪里出现的话，其实他一出现的时候，你会立刻发现他有可能。你跟他非常接近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很有机会把你领导跟引领到一些比较对的方向。你去问他意见，他会领导比较对，不能说完全对，但是会比你的想法里面再对很多。所以在初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蛮依赖他的想法的。蛮依赖他的想法的。可是通常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说，这都只是初期。等到后面开始比较认识，或是你们变成比较交往，或是发现彼此是互相喜欢的时候，这一种能量可能在彼此之间就没有办法展现的那么强了，因为你们会。觉得没有效，这个效果是对他人有效。可是当你们两个关系比较接近的时候，因为你们有内在的一些心意、心思跟内在的黑暗面在开始交换的时候，其实你们最后会走到比较平等的位置。所以不用害怕初期的时候，有些人的能量比较强大，然后你会觉得你一辈子都好像要受他控制、受他压迫，要跟随他。没有，慢慢的两个能量会走到比较平衡的状态了。毕竟你选择他，他选择你，都还是会在比较平衡的能量状态所以我们再看到第二题第二题的题目是要怎么开始，这个对话要怎么开始然后我们说到金币五，金币五本身是一个能量比较弱、比较匮乏的牌，然后它代表某种困境跟孤单，还有一些不安的东西被呈现出来。所以你看它的开始可能。我觉得他这边在暗示说，你们两个可能都会在两个人生活里面有遇到一些困难、比较低潮或者比较不完整的时候，需要人陪伴的时候展开。所以我常常说，有的是在低能量的时候其实还等于是某种混乱能量的时候，其实两个人的好能量才会互相牵连到，才会有一些细缝能够串进来。所以两个在低能量的时候突然对齐，因为什么？好像有一种能量发现你们两个是能够理解彼此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各种生活上的低谷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去跟别人接触，不要害怕去跟人沟通。也许这个时候你们对的人正好在跟你强烈的对齐所以我们看到这张牌常常画着两个人在原本的韦特塔罗牌了在雪地里行走，非常孤单这个我们就跳过了，因为它只是在讲说，在一些极尽的匮乏的状态的时候，人跟人还是会有互相陪伴的一种能量啦。可是，在爱的语境里面暗示说，你们的开始可能不是最完美、最闪亮的，可能是一些比较贫乏的状况。可是也因为这种在寒冷的夜里的相遇结果你们两个人彼此的温暖却能够深刻的被体会到，而这种靠近会比在夏日的时候的靠近再更为融洽。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个状况的时候，也许是你们某段心情都特别低落，觉得生活比较不顺，或是在人群中开始突然感觉到孤单寂寞的感觉非常强烈。那他的靠近会让你意识到说，原来有一个人能够这么快速的就理解我的感觉，而他因为他也正在经历类似的状态了在人生的某个转折点呢，他感觉到他也需要跟人分享一些内在的心事虽然在前面权杖的感觉上他非常强大，可是他内心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孩子的
心灵的灵魂的部分，他还是需要有人能够让他靠近、分享、说出来的哈。就刚好你也在那边，刚好你们两个的语境就非常相同，可以开始对话。所以金币五哈，他其实他在讲的说是两个受伤的灵魂突然间知道怎么互相取暖的一个真实的现况。所以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转机哈。我觉得这让你们两个在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保持着非常诚恳的状态，而且聊天的内容是非常有深度的，因为你们的连结，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可能是来自表面的吸引，可是它并不是核心，而是你们俩开始展开对话的时候，发现灵魂就直接指导到内心有共鸣的位置，聊一些彼此不太想讲的事，这样，譬如说。就像有些电影嘛，有一些大家都觉得的非常漂亮的、好看的一个帅哥或美女，这样，结果他在一个大的宴会里面，他却只找你聊天。你觉得你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可是他为什么要找你聊天？可是他会告诉你说，因为你是他这里说遇到人的时候，感觉上是最 pure 的、最安静的，他宁愿跟你聊天，宁愿跟你两个人离开这个场合，躲在一个地方聊聊自己的私事就好了，不用把自己那种光鲜的面具的，要在大家面前展现他自己最好的这一种疲乏感，好。他想要远离这样，所以你们两个的遇见可能就是这样，内心的共鸣就出现了。所以这段开始可能绝对是会发生在一种非常平凡的、孤单的场合里面有点远离了大家的吵闹的所以有可能你们在一些吵闹的场合或是一些宴会或什么，两个人遇到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同时都想要离开，然后躲在附近的一个咖啡厅，就两个人自己聊天或是躲在一个小角落聊聊自己的事情当下的事情对彼此的好奇心只是想要知道说眼前这个人是不是跟自己一样，都是处在一种比较脆弱的状态啦。所以两个人可能都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都处在一种没有准备好要进入爱情的状况，可是。金币的能量却发现了这个状况是非常好的契机点，所以宇宙就利用了这个能量，让你们两个遇见，让你们两个产生最初期的那种深刻的连接。那这个就是你们爱情开始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金币五有一个更深层的讯息，就是说这样的开始会让你们在未来发现一些难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你们两个会更加珍惜，因为你们一开始就在这个比较低谷的状态遇见，所以你发现一些难题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很多时候，只要两个人互相依偎、温暖、依赖和支援，很多难题都能够度过尤其一开始就是从低潮的时候爬起来的，所以两个人在一开始分享脆弱这件事情后，好像就在帮你们两个的未来的感情能够互相更珍惜彼此的这个打底打得很好，基础打得很好。因为你会记得你们两个都不是在最光鲜亮丽的时刻出现，而是在彼此最需要彼此的时候伸出手，然后来相遇。所以这样的时刻反而让你们的爱情在一开始就走得很真实啦。所以我觉得这段关系的开始，答案是在说，也许你会觉得现在是低潮、孤单、寂寞，不会有爱情进来说，可偏偏宇宙的能量是不是这样子看的宇宙能量它却发现说，两个好像是彼此黑夜里面的一盏灯的打开啦。所以。我觉得，换句话说，你会在这一次的相遇里面，发现，人跟人的遇见，不是偶然的，而是宇宙喜欢把两个人都呈现最真实的样貌的时刻，都把他们凑在一起。因为不要浪费时间，我们要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是看到彼此最真实的样子，然后像明白彼此是什么样子，明白彼此需要什么，明白自己能给予对方什么真实的自己。然后，既然一开始在这个状况、进步的状况，就是要让你们知道说，即便一开始是在困境里面，你们都还是能够相遇你们都还是能够互相支援。那未来有很多状况说，我们已经有这个模式在了，就会觉得说，所有的快乐都是 bonus， 都是赠予的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题第三题在这带他靠近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有什么样子的直觉？直觉知道说就是这个人啦。然后抽到权杖五的逆位我们先说权杖五在正位的时候，意味着某种摩擦跟不断的跟人之间的竞争。可是当到在逆位的时候呢，一切都变成转向什么？所有的冲突都被化解了，对整个世界的竞争的心意都放下了然后内心趋近于和平。安静所以我觉得当他出现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个直觉，就是我跟他靠近的时候，竟然能从混乱的心境里面走向平静的湖面。这张牌完全呼应了我们前面看到的什么金币五，就是你们原本在一个混乱的局面里面，两个人遇到的时候就进入一个平和的状态好像后面的所有的混乱。所有的杂音都不见了，只剩下你跟他的一个频率我觉得这个直觉就很像是
你一直在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里奋力奔跑，好像总是想要争取什么，好像想要和人比较，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有人爱，证明自己不会被整个社会遗忘，不会被群体遗忘，证明自己不是只是一个齿轮，证明自己不是只是依附在其他大人物的身边。很多很多这种渺小的自己的概念在它出现的时候，突然这些概念都变得不重要了，不是说不见了，而是不重要了，一切都变得特别平静。你发现你自己不需要攀比，不需要竞争，只要他的眼神看着你，你就觉得你的存在感非常够，他让你觉得你在这世界上有自己的主角核心、主角概念，你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无论你的能耐或者你做什么，你都会在他的眼神里被理解说，原来我也是一个主角的时刻。即便我知道我自己的思维，我知道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我有自己的故事线，可是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某种主角，或是依附在别人的生命里，就像之前的爱情里面，然后我总是付出，总是掏心掏肺的去把自己挖空，去给对方，就最后还是被抛弃，还是被放弃，就觉得我好像永远都是别人故事里面依附的其他的一种陪伴，或是 NPC， 或是配角，别人才是主角，我不是。可是在他这里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奇妙了，这些嘈杂的声音之前一直困窘着我的，然后这些困窘的我没办法剔除，把我从很多生活的平静里面带到非常混乱混杂的各种杂音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为何他出现的时候，一个眼神就能够让我感觉到特别的平静？其实啊，就像前面讲的，你们是互相带来平静，互相被理解。一开始就走到了最平静的湖面，因为你们两个走了很久才走到这里。所以前兆我的逆位讯息在告诉你们说，你们两个一遇见的时候，就会得到某种类似节制牌的和谐。因为权杖五是用逆位的方式来带领你去进入初步的和谐，而这个初步的和谐的能量，我觉得就够了哈。因为你心里的直觉会告诉你，这个人啊，不是来跟你较劲的，也不是来挑战你的位置，而是能让你并肩而行的人哈。我觉得这个人跟以往的相处模式不同了，因为你不需要在他面前伪装跟防备，你遇到他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你们两个一开始就能够直接进入灵魂的交谈的位置，之前的包装、强化自己的能力、美化自己，或者一些外表的东西，你们就不太注意了。其实啊，有的时候我要说哦，当你一开始遇到某个人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说，你的形象啊、你的所有东西都放得很松的时候，这个人啊，其实就是注定你要相遇的人。而且你们一开始就可以谈论以前自己的事情啊，认识第一周、第一个月就可以谈论很多以前不太跟别人聊的自己内心的秘密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遇到这一个人啊。他其实不是趋近于说你能多做自己。而是他比较趋向于是说，原来你能够敞开心房，原来你能把自己交出去，因为你相信他接得住你，你接得住他。所以前兆五逆位这边带来的一个直觉啊，是代表一种放松跟和谐的初步，它会再进化了，可是已经一开始就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人需要在相处之后沟通很多之后，才达到这种放松的，或是习惯对方的模式之后，才达到这种放松的境界。可是权杖我在告诉你们说，你们一遇见的时候，所有对整个世界的冲突啊，那种噪音就安静下来了。所以你心里会有一个想法会浮现，就是他在的时候，我好像不需要再对这个世界这么努力、这么用力的去对抗什么了，不是互相保护的感觉，而是你觉得自己不再孤单一个人了。这个人跟你一样，虽然他是一个刚出现的陌生人，可是好奇妙哦，他心里所渴求的安心，我有而且我渴求的安心，他也有他在提示什么？原来我本来就有能让我自己安心的力量，为何要靠他来提示？原来你们是一样的人，你只是忽略了我们太拘泥于对这世界去证明、去竞争，然后结果不断竞争到自己的虚弱。可是在他出现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我没有这么弱，我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你会意识到，这一份靠近啊，松弛了、松绑了你长久以来对整个社会生命的那一种紧绷感所以我觉得在更深层的来讲啊，权杖五的逆位在提醒你你的直觉会在第一个时刻就告诉你说，这个人带来的不是更多的混乱，而是关起那一个混乱的门，而且他还有钥匙可以把这个混乱锁上。所以这份心灵的回应并不是很嘈杂的，而是非常安定而坚定的走到你面前，让你知道你不是孤军奋战的面对这个时刻，有一个人跟你一样，用同样的态度、同样的灵魂，跟你一起走到这条路上。所以他在呼应前面的金币五啊，你们两个就在这个时候达到很强的灵魂的共振，然后发现说，原来有跟我一样的人，在这喧嚣吵闹的角落待着，冷冷的、静静的看着这个世界，但也需要陪伴。而两个人走到彼此的身边，这样。
所以这个直觉就告诉我们说，你们遇见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深沉的深呼吸式的放松跟和谐的感觉，会觉得世界再怎么吵，只要你们两个人在靠近的时候，就会进入一个安静的泡泡里面，而在这个泡泡里面呢，不需要去为彼此证明什么，或是争夺什么，在彼此的眼里，觉得有这份陪伴就已经是最足够的了，后面给予的所有东西都是 bonus。前面是不是讲过一次了？好，所以权杖五出现的时候，其实啊，它的能量在你的耳边偷偷告诉你了，这个人绝对不是你未来的对手，他是什么？他是你对抗这个世界的一个伙伴。好。来，我们来看到第四题哈。第四题，谁先主动？这一题在今天这组牌，我觉得你们两个不是谁先主动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会在眼神的交流上就会已经产生蛮强的共识，然后开口只是一个动作而已。然后我们再看到抽到月亮牌，我们看他怎么解析我的直觉哈。月亮牌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的幻觉跟情感流动，在一个很隐晦的位置可能身体还没感觉到的时候，其实你们的灵魂就已经在互相召唤彼此靠近了。所以这里所谓的他的主动啊，我觉得他不是单方面的。你看，他就不是单方面的，我就觉得他不是单方面的，他就是一个透过情感的微妙的暗示。然后我当初翻到这张牌的时候，我立刻就写下说，这一份原本月亮牌所带来的起雾跟神秘感其实它比较像是当你们两个互相靠近彼此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起泡泡的概念，它在你们两个的生命里对外在的世界起了雾，可是你们在这个雾气里面有一个清晰的空间让你们两个待着。对我来讲，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是单方面的，我觉得你们是同时进入主动的状况，同时进入意识到彼此就在身边的状况。所以月亮牌的能量啊，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直线行动的，它就很像是它就是潮汐，总是有海浪在同时打上岸，总是有海浪在岸边同时退去。所以我觉得月亮牌它总是一种双向的推动力，你觉得你失去就会有增加，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公式，所以不知不觉的两个人的方向就走向同一个，就是没有谁是只为了谁走过去。如果我们在讲两个人的关系的话，表示两个人都在往彼此身边走去，只是节奏不一样，可是方向性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时候有前有退，有进有退，有进有退，可是走的方向是一样的，是一起的。因为月亮牌有一个很强的双方的心灵正在召唤啦，灵魂有在召唤，所以我觉得在你们在同一个场合遇见的时候，可能会在第一个眼神就会有那种非常深沉的眼神，不会很快就移开的眼神。也许他看着你，或你看着他的心里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人，然后就非常多的问号，他是谁？我认识他吗？为什么这么熟悉？我以前在哪里看过？为什么这感觉这么亲切？为什么这么温暖？为什么现在还不认识？会有非常多的问号在第一个眼神里面就会跑出来，然后这些无数的无意识的内在的问题在还在浮现的时候，两个人就非常靠近了，而且就自然的会开口第一句话，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互动。不管是谁开口说出第一句话，可是两个人的提问都差不多，就是你是谁？为什么感觉好像就变成非常熟悉？因为他在这个月亮的氛围里面谁真主动真的不是关键，因为主动的也不是所谓的。因为主动这一件事情，也不是所谓的你们两个关系的一种开场，不在这个，而是你们两个内在的能量的那种暗流早就已经沟通起来了，在眼神在靠近，或是在一出现在现场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人让人很在意。只要开始让人很在意的时候，那个第一步就已经出现了，因为你们的灵魂在互相召唤，比你们身体早很多啦。那当然。月亮牌本来也样着某种暧昧不明，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起雾，所以这也代表你们所谓的主动很难去定义是谁先主动，他可能不是一个直接的告白，或者直接的一个行动，或者直接靠近，他可能会在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他已经默默的走到你旁边了，这个已经是他的主动了，可是他没有跟你表示什么，可是你也发现他已经默默走到你旁边，可是你也没有开口跟他讲话，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暧昧不明的一个主动。他有可能就这样子就发生了，或是就已经在附近了，然后你们在跟两个人在同时在跟另外一个朋友讲话，三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他还没有跟你直接对话，可是在这个对话里面，他跟你已经有所交流了，这也是某种另外一种主动。所以月亮牌的能量就在这边，它在很多隐晦的方式里面重叠了，或是缔造了你们无数的关系的连接。所以当流到你们两个直接对话的时候，就会发现一切都很熟悉、很自然因为已经熟悉了这个人的存在，已经两个人就进入了那个泡泡。所以你的直觉啊，在它出现的时候会非常敏锐，因为月亮的能量会把这个敏锐加强嘛。所以就变成说，即便两个人都没有开口去暗示彼此想要认识，可是有很多的互动
都会让你们发现说，其实你们两个在走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无论谁先主动都不重要，开口只是一个过场，主要是你们两个一开始互动对话之后，就会立刻指导内心很深层的话题，会跳过很多表面的。你们很快就会进入只有你们两个能聊的话题里，甚至两个自我带开躲去，就像我刚前面讲的，两个躲到就离开现场，去旁边的咖啡厅，或是去哪里蹲在整个，比如说去 pub 去哪里，就直接就跑到外面的街上，坐在路边，两个人自己聊自己的事情了，有可能会这样子产生非常自然的连接，这就是月亮能量所要带给你的哦。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五题哈，第五题就是我们要回归宇宙的角度了哈。宇宙的角度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讲，大概半年都没有问了哈，几个月有了。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翻的牌，大概一年两年都会问到，最后都问到宇宙的角度。宇宙的角度就是要跳到整个太阳系以外哈，整个牌阵以外，用一种最客观的角度，而且这个客观的角度是最正念的角度，所以它里面所做的一些提示跟提醒都非常重要，那个是我们绝对会看不到的一个盲点。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宇宙的角度，它怎么看待你们这次的相遇。然后我们抽到的是权杖一。权杖一这个牌呢，本身就像这种新的开始啊，新的生命、新的活力的展开。所以宇宙的角度会觉得说，他清楚的想要告诉你说，你们这份相遇绝对是你们生命旅程中一个全新的点燃的一把火，全新的生命力，全新的故事线。所以他跟你以往的故事线、观念、价值观、经验绝对都会不同，请你就展开，绝对不要拿一些人经验跟拘束或是枷锁，还有一些概念去带领到未来的这份关系。因为宇宙看待你跟他的相遇以后，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强的推动已久的一个安排，终于把你们推到面前了，然后在你们遇见的时候，会让你们从很多过去的低谷跟低潮里面，用一种诞生跟重新萌芽的概念，让你们进入到新的春天里面了。那些冬天的雪早就已经融化掉了，然后早就已经进入在发芽的期间了。那这代表你们两个人出现应该就要立刻拥抱这个新生命的热情了而且要记得，你们已经走过过去的一些停滞了他的出现就代表你已经走过过去的停滞了，所以不要再把以前的那一些对爱情的新的恐惧或什么，在这份新的活力里面作为自己的枷锁，让自己拖慢，让自己没办法进入。但是我们从前面4张牌看得出来，好像这个问题都不会存在，因为当你们一遇见的时候，好像成为彼此的光好像有些东西都被照亮了，好像很多两个人世界的概念全部都被提升了所以宇宙啦，其实会觉得这一个新的爱情会比你以往的爱情，或是你们灵魂以前在不同象限遇到的爱情来说，这是一个更有突破性的一个关系。他这里在提示的说，这一个新生命啊，可能有在更强化你们灵魂升级的感觉啦。因为我有时候觉得他权杖一的灵魂，它都是一个全新的篇章，它已经变成其中一本书了。它已经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线，它已经不是分支，现在已经完成了完全不同的故事线了。所以它所带来那个突破性的力量，在权杖一展现得很明确。也就是说，这个新的爱情你有可能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自己，跟发现完全不同的自己。那因为权杖一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安静的牌，它是有一个有勇气的去行动的牌，所以当你遇到它的时候，你也需要去有勇气的去展现出新的自己，或是去挑战、去探索新的未来，跟他一起不要害怕整个跟你以往的习惯不同的一个新的模式啦。就是说，跟他认识的时候，可能两个人的背景比较不同，所以会有互相去适应彼此的新的背景，或是两个人对梦想的方向不同。可是不要拘泥于两个人对梦想的想法不同，就在这边停止。没有，这些提示是要告诉你们说，你们两个的不同，或是两个所带来的差异，其实就是要让你们两个能够完全的走向新世界，两个世界的融合凑合出一个新世界的这个概念。所以他为什么要用权杖一做宇宙的角度，就是说要有勇气了一个爱情的开拓，新的旅程的迎接，还是要有勇气了要在内心有勇气的知道说，这是我重新开始的地方，我是无惧的所以权杖一它本来的灵感跟创造的象征，在这边提醒你了你们的这份爱情不一定只是宇宙给你的一个新的领域跟新的故事，而是也要靠你们两个人的全新的创造力去创造你们全新的未来。要相信你可以，也要愿意去拥抱未来的所有的可能性要透过权杖一的能量告诉你说，其实你们两个相遇之后，你们能够找到更自由、更热爱生命的自己啦，不要错过了所以这份爱，我觉得确实，我觉得比较像是灵魂
你们可能之前灵魂已经遇过好几次了。那我总觉得这一题为何会在你们两个在比较低谷的地方的时候相遇，却能够立刻契合，还能够突然找到平静？我觉得你们跟上一次灵魂相遇的时间可能拉得蛮久的，然后可能也经历过蛮多的痛苦，所以在这一次再遇到的时候，格外珍惜。其实你们遇到的时候就要进入一个全新的心灵的升阶，因为他用权杖一开启哦。我一直都认为权杖一是所有的牌里面能量最 pure 的、最小的那一个火苗的起始点，所以当它出来的时候，我就会相信未来的无限可能是开到最大的。所以记得不要害怕哈，一定要让这个火苗持续的燃烧下去，把你们两个人新的未来的故事性再创造。在这一次灵魂的相遇的话，再让它更升级。好，那这个就是第3张牌的所有线索哦。那我们一样乐观的期待吧，我觉得这都还蛮不错的哈，乐观值很高哈。所以即便你现在是走在一个低谷，都不要担心啦哦。我都跟你说过，我觉得低谷就是要往上爬的时刻了。我们只要一翻到一面对到，现在站在低谷的时候，下一步就是往上爬了，不用担心哈。好，那我们就到这哈。那谢谢你来听了哈，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祝福你。